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要急着回答我，是不是这几年你常常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对劲？吃的东西明明跟以前差不多，体重却慢慢上来，白天其实很累，晚上却偏偏睡不好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轻描淡写的说一句骨质有点疏松，然后你心里一定出现过一句话，是不是我老了？更让人难受的是，当你跟身边的人说起这些不舒服，他们往往只回你一句正常了，这个年纪都这样。可是我今天要很直接的跟你说一件事，更年期后变胖、骨松、睡不好，真的不是老了就该这样，而且你不是一个人，这几件事会一起发生，是有原因的。很多女性走到这个阶段，最委屈的不是不舒服，而是明明很努力照顾自己，却好像怎么做都不对，少吃也胖，补钙也没用，早睡也还是行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，我希望你先记住一句话，这不是你身体背叛你，而是你一直用以前的方法在照顾一个已经改变的身体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是医师，也不是来教你该怎么做，我只是想陪你把这个被误会很多年的关键一次讲清楚。因为如果你现在不懂，接下来10年你只会越来越辛苦。所以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这支影片很可能会让你第一次觉得，原来我不是坏掉了。为什么问题不是一个一个来，而是一起来？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事情不是一件一件出问题，而是一起来？胖了，睡不好，骨头变疏松，好像约好了一样，在差不多的时间发生。但我想换一个角度，让你更好理解。这就像家里的电压如果开始不稳，不会只有一盏灯坏掉，而是电视、冷气、冰箱全都开始怪怪的。更年期之后，女性身体里面那个调节系统正在重新设定，这个过程不是病，也不是错，而是一个必经的转换期。问题出在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人提醒，身体已经换了一套运作方式，于是你还是照以前的节奏生活。以前熬夜没事，现在摇一次就要好几天才回得来。以前少吃就会瘦，现在少吃反而更累。以前补钙就安心，现在补了却没什么感觉。这时候你会开始怀疑自己，甚至怀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。但事实是，你不是哪里坏掉了，而是身体在提醒你，现在不能再用旧的方法对待我。变胖、骨松、睡不好，不是3个独立的问题，而是同一个核心失衡，用不同方式表现出来。只要这个核心没有被理解，你处理一个，又冒出另一个，就会永远觉得自己在追着问题跑。真正的关键不是年纪，是节奏整个乱了。很多人一提到这些变化，就很快下结论，老了嘛，没办法。可是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同样50几岁，有些人状态很好，有些人却每天都觉得撑得很辛苦？关键不在年龄，而在身体的节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的身体修复速度快，调整能力强，熬一下撑一下很快就补回来。但更年期之后，身体需要的是规律、稳定，慢慢来。如果你还一直逼自己撑过去，逼自己少吃，逼自己不累，逼自己正常，身体只会越来越紧绷。而当身体长期处在紧绷状态，它会做3件事：第一，降低修复能力，骨头开始留不住；第二，储存能量，体重慢慢上来；第三，让神经系统保持警觉，晚上越来越难睡。你看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只是从来没有人把这3件事放在一起跟你讲清楚。所以今天你要记住的不是某一个方法，而是这个观念：更年期后的身体不是需要更努力，而是需要换一种节奏被对待。很多女生到了这个阶段，反而变得比以前更认真，开始注意饮食，少吃淀粉，逼自己多走路，甚至心里会有一种想法：我不能输给年纪，我要更努力一点。
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越努力反而越累。以前少吃几天，精神还不错，现在少吃一点，整个人却没力，头昏，心情差。以前忙一阵子，休息一下就好，现在只要连续几天没睡好，整个礼拜都回不来。这不是你退化，也不是你不够坚强，而是身体已经不适合再用硬撑的方式生活。更年期后，身体对压力的承受度下降，如果你一直逼自己撑住，身体只会进入一种状态，先保命不修复。一旦修复被暂停，骨头更新会慢，脂肪会囤积，睡眠会变浅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明明很努力，却开始觉得怎么哪里都怪怪的。睡眠其实是最早出问题的地方。很多人都会说一句话，我也没有失眠啊，只是睡比较浅。但我想跟你说，睡得浅影响非常大，身体真正修复的时间是在深层睡眠，修补骨头、调整荷尔蒙、稳定情绪，几乎都发生在你睡得最沉的时候。一旦睡眠变浅，容易醒，身体就像手机只剩低电量模式，能用但不能修。很多更年期后的女性其实不是不想睡，而是身体还处在白天的警戒状态。你躺在床上，脑袋却停不下来，身体很累，神经却放松不了。久了之后，骨头修不好，肌肉流失，脂肪囤积，通通会慢慢发生。所以睡不好不是小问题，而是整个系统开始失衡的第一个讯号。骨松不是突然，是慢慢累积。很多人一听到骨质疏松，第一反应就是补钙，这个观念没有错，但只对了一半。骨头不是仓库，不是你丢进去什么，它就会自己存好。骨头需要3件事：刺激、修复时间。如果活动量下降，骨头接收不到我需要变强的讯号。如果睡眠不好，修复时间根本不够，就算你补了钙，骨头也留不住。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一个很困惑的状况，明明有补有喝，数字却还是慢慢下降。那不是你补错东西，而是整个生活节奏没有配合身体现在的状态。变胖其实是身体在保护你。这一段我希望你一定要听完。更年期后的变胖，很多时候不是失控，而是身体在自保。当身体觉得压力大，修复慢，不安全，它会选择储存能量，那就是脂肪。如果这时候你一直责怪自己，拼命节食，逼自己瘦回以前的样子，身体只会更紧张，越紧张越不敢放掉能量，越撑越容易胖。所以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不是瘦得快，而是让身体相信一句话：我不用一直防备，当安全感回来了，体重自然会慢慢稳下来。真正该调整的是整个生活节奏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多方法，而是更适合现在的节奏。不是少吃到撑不住，而是规律吃；不是逼自己累到不行，而是温和动；不是早躺却睡不着，而是让身体真的放松。这些事情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对更年期后的身体来说，却是最有效的照顾方式。你不用一次做到全部，只要慢慢让生活稳下来，很多问题会自己改善。不是奇迹，是身体终于有空修复了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想先谢谢你，因为这代表你愿意花时间好好理解自己的身体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在留言区留下一句话：我正在经历，或我懂了，让我知道你不是只是划过，而是真的有感觉。也让其他看到留言的女生知道，她们不是只有自己这样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你帮我按个赞，再分享给一位你关心正在经历更年期的朋友或家人。也记得订阅健康笔记站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因为接下来我会一直陪你把更年期后的胖、骨、睡、累慢慢讲清楚，慢慢调整好。身体不是背叛你，它只是提醒你该换一种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了。